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李沁现象说明了什么？1982年，路遥创作的中篇小说《人生》一面试就大获成功，不仅获得了全国优秀小说奖，更带火了生他养他的陕北高原。在小说里，那片黄色的土地带着浓郁的泥土芬芳，而像金子一般的刘巧珍散发着迷人的光芒。2年后，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《人生》上映，原汁原味的情节，真实生动的演绎，让路遥与刘巧珍又火了一把。在电影里，清秀温婉的吴玉芳将美丽善良的刘巧珍给演活了，在她出神入化的演绎中，鲜活的刘巧珍从书中走了出来。由于太过于深刻，所以此片给很多人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岁月匆匆，30年的时光转瞬即逝，如今还有多少人记得那个美丽的姑娘刘巧珍呢？又有多少人知道那部万人空巷的电影《人生》呢？回忆总是难忘，因为它带着迷人的忧伤。今天，这部难忘的经典再次来袭，部分改编自小说《人生》的电视剧《人生之路》带着崭新的期盼，在我们面前徐徐地打开了。只是，此次的黄色土地有了绿色的畅想，而美丽的刘巧珍也带来了勇敢与坚强。与电影版本不同的是，这一次的刘巧珍，她不再柔弱似水，她的眼里也不再总是泪光闪闪。她身材微瘦，脸庞黝黑，大大的眼里全是耀眼的光芒。在她的眼里，有对生活的热爱，有对土地的眷恋，有对爱人的仰慕，更有对未来的期冀。伴随着悦耳的铃声，她与她的心上人出发了。他们一个驾着拖拉机奔驰在希望的原野上，而另一个脚蹬着自行车狂奔在山间的小路上。铃声对着铃声，一个进入学堂，而另一个只能在门外偷偷地观望。相同的起点，寓意着相同的出身，而行进的过程代表着前行的方向。最后进入的院门，则昭示着最终的结果。他与他终将还是错过了。可那时的他并不知道不好的结局，那时的他眼里只有他，那个多才多艺的少年郎。他不仅英俊洒脱，还热情奔放。他是他的太阳，他是他的整个世界。为了他的少年郎，他一遍一遍奔波于城里与乡下，完全不顾父亲的责备与乡邻们的眼光。他知道，他与他有着不可跨越的距离，可坚定执着的他却依然满含着热情与期待。人生之路以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，让我们在重温经典的时候，领略到了一番别样的风味。它是那样的浓郁热烈，它又是那般的悠长激荡。比起老版的人生，它明媚了起来，轻快了起来，同时又委婉柔和了起来。大胆续写，让人物有了鲜活的生命。与84年的电影版本不同，此次的电视剧由于部分改编自路遥的人生，所以在前半部分，它还是忠实地还原了主要的人物与情节。可在后20集里，导演与编剧赋予了它新的生命。在路遥的中篇小说里，忘恩负义的高加林回到农村，正好看到曾经的爱人刘巧珍嫁作他人妇，最后他只能在痛苦的自责与追忆里了此残生。灰暗的结局虽然让人很是解气，可却也带了一些未了的遗憾。而在这部新的电视剧里，正好将这份遗憾给完美的补足了。他不仅写出了高加林的未来，也规划出了刘巧珍的结局。与电影不同的是，高加林遭受到挫折后，他没有一蹶不振，他知错能改，从此不再好高骛远，走出了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。而那个美好的刘巧珍也遇到了自己的良配。在他与马栓的爱情里，虽然少了仰慕与浓烈，可他们的生活却如丝酿，散发着御酒迷香的味道。生活在他们面前也不是一帆风顺的。在经历了幸福的新婚生活后，他们迎来了一个天生残疾的孩子。
为了他们的孩子，他们勇敢地从乡下走到了大上海，在那里，他们奋力地前行，一边救治着孩子，一边开拓着事业。生活的酸甜苦辣，他们品尝了个遍。好在，他们的努力与勤奋没有被辜负，最终，他们不仅救治了孩子，更收获了成功的事业。与原著比，电视剧版本的刘巧珍更加鲜活，更加真实生动。她像黄土地里最坚韧的小草，虽然几经风雨的摧残，却依然散发着美丽的芬芳。还有高加林，几次打击让她逐渐清醒，人生没有捷径，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路，才是最踏实、最完美的道路。阵容强大，实力强劲。当然，在人生之路里，除了情节做了大胆的突破以外，该剧的演艺阵容也是超级强大，可以说汇集了老中青三代最为优秀的演员。老戏骨里有国家一级演员林永健，70后的林永健虽然年龄不大，可戏龄却不小。从影20多年，他塑造了很多经典的人物形象，更收获了数不胜数的奖项。多才多艺的他，不仅是影视界里的实力派，更是小品界里的重要人物。他的表演细致入微，真实生动，语言诙谐幽默，充满了喜感。除了老戏骨林永健以外，还有国家一级话剧影视演员李光复，在剧里他也奉献了演了自己神仙级别的演技。老戏骨就是老戏骨，不用多言，他只往那一坐，那一站，自然而然的姿势与动作，就已经让人身临其境，感同身受了。除了这2位无可争议的老戏骨以外，刘威宇和赛飞也奉献出了自己出色的演技。老戏骨们用自己精湛的演技，让这部剧充满了真实的质感。作为老戏骨，他们的演技自然不用多说。在老戏骨之外，很多的中年演员也是可圈可点的。他们是饰演景老师的赵征，与饰演高加林母亲的赵千子等等。当然，在这部剧里，挑起大梁的还是男主与女主陈晓。她的外形条件俊朗出众，一出道，她就被放在了男1号的位置上。由于形象良好，演技不错，所以她的星路一路通畅。虽然她的长相离乡土还是远了一些，可在造型师的完美打造下，贵气十足的陈晓不见了，而充满了泥土气息的高加林来了。素色的容颜带着不羁的沧桑，她哭了，哭得撕心裂肺，哭得寸断肝肠。希望前，他是追风的少年，眼里是星辰，是大海；失落后，他是雨夜不归人，迷茫、失落、彷徨。说完了男主，再来说我们美丽的女主李沁。在剧里，她饰演美丽刚烈的农村女子刘巧珍，那个有着金子般心肠的好女子。开场，她驾驶着拖拉机飞驰在乡间的马路上，还真没有认出来，因为记忆里的李沁长相甜美柔弱可人。没有想到，此次的李沁带给了我们极大的震撼。粗糙的皮肤不着一丝颜色，素净的衣服凸显出了淳朴的本色。2个简单的麻花辫，一下子就将我们拉入到了那个特殊的年代。她一改电影版本中的温顺柔弱，剧里的她勇敢热情，散发出像烈火一样的情感。此次改编虽与原著略有不同，却也符合于刘巧珍的形象。10几岁的她风风火火，洒脱地开着拖拉机，身上洋溢着青春的光芒。她仰慕着高加林，爱恋着高加林，可她却不敢去表白，更不敢当面流露。在她的心里，高加林根本不属于这里，他属于广阔的天地，属于繁华的大都市，属于他大展才华的新天地。而他很自卑，因为他没有文化。虽然他的家境不错，可知识的不对等让他不敢有任何的奢求。在内心里，他盼着高加林能走出去，可他又怕他走出去，2种矛盾的心理一直在纠缠着他。当得知高加林在预考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时，他是真心为他高兴；当看到落榜后的他悲观难受时，他又是真心为他感到难过。
淳朴、单纯、善良、美丽，这就是刘巧珍。可以看出，李沁在剧里的表现已经有了质的飞跃。李沁现象说明了什么？此次李沁的大胆挑战与反差出演，虽然引来了不少的智慧，可不管怎么摘贬，谁都不能否认她是勇敢与有担当的。因为她没有像其他女星那样害怕扮丑、害怕掉粉，美丽如花的她敢于向真实低头，敢于向虚伪说不。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，她的勇气已经超越了大部分的所谓小花们。看看李沁的出道史，2008年，她凭借新版《红楼梦》中少年薛宝钗而被观众熟知。甜美出众的外表让她从众多的娇妹中脱颖而出，可脸庞中那略带清冷的孤傲，又让她有了疏离般的冰冷。神秘一词用在她的身上最为贴切了。之后，她凭借着建党伟业中的杨开慧一角，入围了第3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。出道就演绎重要的角色，当然是对她形象的认可，也是对她能力的肯定。随后，她就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。在《白鹿原》里，她饰演命运多舛的田小娥，那个角色对于她来说也是充满了巨大的挑战。当时也有很多人表示了质疑，可谁都没有想到，李沁不仅演好了，她还成功地赋予了田小娥新鲜的生命。而她为了演好那部剧，也算是豁出去了，不仅抓着泥土狂啃野菜，还与比自己大22岁的何冰有了亲密的床戏。而为了化解何冰的尴尬，她还用自己的小智慧，轻松地消除了何冰的不适。因为在《白鹿原》中的精彩表演，李沁获得了白玉兰最佳女配角提名，成为了第一个获此殊荣的90后。李沁饰演的角色多种多样，有都市爱情，有玄幻传奇，有年代厚重，有村野香菇。总之，她从来不会拘泥于任何固定的范畴。当然，作为90后，她的演技不是最好的那一个，可她却是最让人感到惊喜的那一个，因为她总能带给我们全新的感触与震撼。在这部重新续写的人生之路里，她就给予了刘巧珍崭新的人物特色，泼辣热情，欣欣向荣。她是黄色土地上永远向上的太阳花，她用自己的善良与宽厚感染着身边所有的人。虽然瘦小干枯，虽然面色黝黑，可她心里却装着大天地、大仁义。命运给了她重击，可她从来不向命运低头。面对着风霜雪雨，她总是高扬着自信的头颅。真的很喜欢李沁在人生之路上的表演。虽说在剧里有些表情她是稍稍有些过了，而她的表现离着老戏骨们还有着不小的差距，可谁都能看出她的努力与顽强。作为一个演员，天赋固然重要，可没有努力与勤奋，她的天赋终将会沦丧。从李沁的身上可以看出，一个好演员有着诸多的可能，他们不会受到自己外形的影响，因为角色最大是他们心中最高的理想。在当下的影视圈里，有些流量星与偶像派仗着自己年轻漂亮就不思进取，抱着挣快钱的想法，不好好打磨自己的演技，只想凭着脸蛋捞金钱。可观众们是越来越理智的，他们的眼睛一直都是雪亮的，谁是真正的实力派，谁是一无所长的小鲜肉，不用比较，早就一目了然。看到李沁的成功，让人心里很是欣慰，因为努力的人终究被好运眷顾了。当然，他的成功也很好地诠释了好演员的春天真正来临了。